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前不久刚刚出货的这一款由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星球大战：旧共和国武士》当中的一款角色达斯奈亚利斯。这款人物呢是之前是瑞文的达斯瑞文的一个手下啊，然后反正死了就变成了一个意识体。他所有的这个人物设定，我觉得他是挺帅的，但是实际上整体的这个人物表现就一般了。他所有的能量都在这个面具里面啊，所以最后被干掉的也是面具被干碎了，然后他就挂了啊。整体的这个样子，我打开了以后，这个实物还是非常帅的，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帽兜啊，还不用你特地去捏，因为它出厂的时候包装里面就给你捏了一个小兔耳朵。当然你也可以去拿下来或者是自己去捏。它这一次的造型铁丝特别是帽兜这里都是比较厚、比较硬的所以打理起来，我觉得比之前的一些星战的一些系列会稍微简单一点。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整体的这个素体的呈现，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这里3层外3层包了以后呢，也看不出臃肿非常有质感。众所周知星球大战这个系列HT 一直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只是在咱们大陆内地可能会冷门一点，但是在海外北美这种销量还是非常好的像中国香港或者是其他地方一般都是我觉得也是偏冷门一点吧，但是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没有毛病。现在澳际市场的价格也在1900、2000左右，那还是非常不错。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当然来看一下最让人觉得非常不错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头雕。咱们拉近距离来看一下，整个面具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个意识体，所以眼球对吧，可动眼也可以抛弃的，因为本来就是全黑看一下整个面罩的这一个涂装处理，我觉得非常不错，包括细节还有战损的一些痕迹都是非常不错的。整个下巴这里的一些黑色的话呢，反正跟官图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唯一我觉得稍微比较可惜一点的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帽兜可以往下摘，摘下来以后可以看到它这个胶发了，它整个脏辫确实做的有点糊我觉得 HT 的工艺的话可以做得非常好，但这个确实有一点点糊了可能因为它本来大多数的一些造型都是戴着帽兜的整个露出来的话，我觉得没有戴上去那么帅，对吧？所以就做的比较差，也是能理解吧。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脖子这里，这一点我也是比较奇怪，脖子这里的这一块非常非常薄，这是我见过至今为止 HT 应该是玩到现在开箱到现在最薄的一个材质了。这个薄厚程度就是你一捏就能碎而且长时间我保留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爆皮，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的这么的薄所以把玩跟保存的时候要非常当心这一块然后我们往下看一下它脖子这里的一些细节，我觉得也是稍微糊了一点，我肉眼感官不是特别的舒服。反而手臂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样式，想必大家也是不陌生的达斯维达的也是这种，但是它比较薄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厚但是脖子这里、胸口的这些衣物摸上去就非常薄，不知道为什么，跟手臂这里完全不是一个厚度所以在头部可动的一些情况下，咱们把玩的时候真的要非常非常当心整体的头雕看一下，后面也是有一个脏辫的发尾上面的这个发髻涂装还是可以的就是整个胶发的话没有根根分明，而且略微的有点糊但我个人觉得也是无伤大雅的，因为对吧？咱们戴上帽兜以后无所谓，稍微给它再捏一下形状戴上帽兜还是挺帅的我现在没有打理
好，然后我们再拉远镜头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比例，我觉得它这次的这个衣服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薄厚度还是非常可以。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件，对吧？外面的这件披风，当然它是可以穿脱的，但我估计说明书上不建议你去穿脱。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扣子，扣的时候要用指甲慢慢抠开，不然很容易断，因为它上面全是一个缝线，所以要当心的。来，我们直接把这个给打开以后看一下内部啊，内部的衣物虽然说也是只有单独的一层，对吧？而且打理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做旧，我觉得我非常喜欢。整体包括胸口啊，都是一些污渍涂装。我们镜头稍微拉近一点点，来看一下污渍涂装还是非常明显的。包括下方这个裙裤，而且这一次给了大面积的这个造型铁丝，我们可以看一下每根都有啊，这边再到这边，衣服这里的话是没有的，但是垂感还是不错，比较厚。然后内部来看一下，非常深、非常薄的一个裤子，对于可动方面的话，还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然后鞋子的话，它这一次靴子也是一体的，整个靴子的涂装呈现也是非常不错，还可以但是相较于可动的话，会稍微差一点啊。脚踝这里的话，材质会稍微薄一点所以可动会稍微能大一丢丢如果做的很厚的话呢，就没办法了。所以这一次也是不错。手心方面依然是这个手套手，这次手套手的话，涂装也还不错，也有一些做旧的痕迹。腰带我们来看一下背部也是有魔术贴可以去穿脱的，而且衣服背部也是做了一些做旧涂装。这一点我就觉得这次星战果然是比较用心啥都弄了，不像我昨天发的那啥，对吧？哎，瞎子哥那脏不脏、干不干净的那一种，我就不知道为啥了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最外层的这个披风。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一体的脖子这里是连在一起。来看一下背部，整体的尺寸也是比较大，稍微有点歪因为里面有一个小马尾所以调整的时候要稍微动一下，因为它这个马尾虽然是胶发，但是比较硬。然后整体的造型铁丝都有这一根，一直延伸到下方。然后背部我看一下有没有中间也是有一根实际上就是3根造型铁丝，可以去摆一些基础的造型，但是如果你要做很大幅度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然后下方也有一些破旧的一些污渍涂装，然后做旧的痕迹这块布就看上去非常舒服，很不错然后你想用帽兜呈现到这个封面的这个造型的话，还是需要有点动手能力像我比较差，很难搞了。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重量方面挺趁手，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轻，还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可动。首先头部可动，在没有去直接拿下来吧，拿下来看一下，它这个马尾非常非常长，而且很硬所以调嘴的时候要当心一点。我觉得它这个完全可以做一个替换，就是可以去把这个马尾给拔掉，这样的话呢，会大幅度的增加这个帽兜的可塑性。现在这个又硬又长，每次把帽兜戴上了以后呢，这边会有一点凸起，背后看就会很难受，而且很影响这个质感。好，然后看一下可动因为有马尾的这个影响动的时候要当心。实际上360度是可以的，可以看到这一层非常薄尽量建议不要去做非常大幅度的这个可动。脖头是分体的，所以左右也是有的，而且脖子也有一定的可动。往下抬低头能到这样的一个尺度，抬头如果你不去戴帽兜的话，幅度还可以，戴帽兜就没办法了。整个关节都非常非常紧，还是不错的。然后在没有脱下披风的情况下，看一下手心可动，差不多抬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腋下已经绷紧了。
好，然后往前来看一下能到什么一个距离。哎，90度没问题，再往上会有一定的回弹，而且不建议再往上了，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手肘部分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完美的。往后也有一定的幅度，大臂有一定的旋转空间，手臂也有一定的前倾，往后拉也可以，对吧？比较丝滑的。好，然后看一下胸腰可动啊。众所周知，星战的这个胸腰一直是比较差的啊，因为这个衣服包括束体。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哦，还算可以，比较标准，能稍微倾斜一点点，不错了。往后仰也有一丢丢，左右啊，幅度还是非常大的。侧腰啊，侧额相对来说小一点点，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大。而且这次衣物因为只有一层，所以你在做了可动以后啊，只要稍微去拉一下，打理还是非常方便的。然后看一下腿部可动，首先劈叉里面是一个齿轮关节，哎啊，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了啊，齿轮关节非常舒服，前踢90度没毛病，不会往下掉，后踢没有。然后看一下屈膝，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大腿也有旋转的空间。脚来看一下，左右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前后都可以。但是你前脚掌如果往前时间长的话，它这一个啊折痕会比较明显，而且这个因为比较薄啊，看上去会比较奇怪。左右幅度也有，对吧？它的接地性跟站立性，我觉得是没毛病的，基本上能啊完成你大部分的一些造型啊，关节也是非常紧啊。这一个角色还是需要戴帽兜，我觉得光秃秃的确实有点难看啊。侧面看还行，正面看的话有点难看了。OK，主体方面的话呢，我们差不多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还有配件，特别是那些特效件啊，一来瞧一瞧。好的，兄弟们，外包装方面的话，依然是传统的星战风格啊。正面就是人物的一个半身像啊，下面还有一个造型。看一下侧面啊，也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造型啊。背部的话就是厂商。我们迅速打开，整体的重量的话呢，还算可以，挺沉，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轻啊。下方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中文的啊名字标识、生产厂家呀、产品名称。好，我们来打开，好，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一张峰会啊，也是挺帅啊。这个星战角色，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好，抽开以后，咱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了啊。一层特效线啊，这层特效线还挺大啊，单独的一层很多。然后里面就是咱们的主体，还有一些配件啊，没有别的了啊。一共就算是2层吧。然后经典时尚星战的这个小祭台啊，在后面，然后配上一个拖裆支架。OK，包装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么多。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些配件啊，特别是这个特效件这么大，究竟做的如何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配件啊，说明书东西比较少，哎，但这说明书比较厚啊，我也没搞懂啊。来瞧一瞧。好，首先来看一下一些注意事项面具，然后内部造型铁丝的一个位置。好，然后是光剑的这个穿戴啊，穿在这个腰带上，还有手持。好，下方就是一个特效件的一个安装，这一个你一定要安装它的说明书来，不要去插错了。而且这些特效件都比较的薄，虽然说有一定的柔韧度啊，但是也很容易坏啊。这边又是2个，搭上所有的特效件以后，还是挺帅啊。背部的话就不用多说了，传统的这个尿袋啊，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隐藏的位置说明书上也有展示啊，就这么多。好，现在我们来一看一下配件。首先，传统的星战啊，反派的地台
都一模一样，从来没变过啊。只要不是场景地台就是这样子，没什么新意。加上一个拖裆支架啊，然后传统的尿袋，又是一个夹在支架上的啊，夹在腰带上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手型。首先一对握持手啊，我们来拉近距离来看一下啊，握持手的话做的也还不错啊，就是这也不算合膜线吧，就算它是穿戴痕迹吧，好吧，还可以，柔韧度也行，手指的一些做旧细节也有做到位，这手套是我挺喜欢的。好，然后一对释放原力的造型手。啊，也是可以吧，啊，但这一条线，算勉强过得去。好，然后就是它的两把光剑，一把是能点亮的，一把是不能点亮的。啊，光剑的造型 HT 每次做的还算可以啊，就是这一个合膜线的话呢，会稍微明显一点点，可以看到啊，整体还行，反正握在手上无所谓。啊，这把光剑的造型，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太朴素了，我还是比较喜欢花里胡哨的。然后两个光剑的特效键啊，一个是常规的，但是这一次这一把光剑啊，我们可以镜头上看一下，里面的气泡特别多，这应该是我测评到现在所有的星战角色里面我看过的气泡最多的了。那不知道每个都这样呢，还是只有我单独这个气泡多啊？非常严重，我估计点亮的时候看上去还以为我里面放了气泡水呢。好，接下来就是特效键，特效键给的也比较多啊。首先，这个特效键因为比较大啊，还是得拉远一点。来看一下一长条渐变的这个颜色啊，原力特效键比较软啊，但是因为连接点还是比较多的，把玩的时候当心不要把连接点给弄断了啊，弄坏了的话粘上去也比较麻烦啊。颜色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细看了一下也没什么气泡，特效键还是不错。好，然后第二个，又是一个比较长的渐变色啊，这些特效键的颜色还是非常不错的，在灯光下，而且是其他地方中间的一些部位啊，都是有一些渐变，效果还是不错。好，然后另外一个搭配在主体身上应该是挺好看的。好，另外一对啊，像这些地方都要当心啊，衔接处别弄坏了。OK，配件方面的话呢，就这么多啊。本来对于星球大战的这些角色来说，配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少的，就配一些手型，对不对？搞一个光剑，再做一些特效键就行了啊。大家也都知道，整体的这一款，我觉得啊，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比较帅的啊。唯一比较可惜的，我就是刚刚说了，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马尾，我们来看一下背部啊，看这里会非常明显。对吧？看上去就不是特别舒服，而且你硬拉的话，很容易把你这一个帽兜啊给弄坏。所以去做一些造型的时候，也是要稍微当心一点，不要让你的这个胶发给弄坏了这个外面的这个小披风，对吧？OK，本期聊一条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我觉得如果你是新疆的粉丝啊，这一款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如果没有预定，我们可以等到后面代理也全部出完了以后再来购买。大家也都知道，星战的系列，对吧？就算你是直发的产品，到后期也会有点回落的，所以可以再等一等。好了，老一头视频的话，这一期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一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好了，本期开山把玩，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